阿兰德，阿兰德，我要 diss 你！利物浦笑裂了。曼城跟阿森纳踢出了一场技战术水平很高的比赛，但是呢却不够精彩，全场仅有3脚射正。曼城主场未能全取3分，利物浦登顶英超积分榜榜首。相信看完这场比赛的曼城球迷啊，应该都想对哈兰德说：“那谁，我要 diss 你！阿兰德，阿兰德，我要 diss 你！”哈哈哈，我爱你们兄弟们，那谁？当然，这场比赛我也帮哈兰德解不了围。那个门前踢空气呢，属实是有这么点抽象啊，但是要说他一点用也没有，那不至于。在前场扛人啊、支点啊，做的还是相当可以的。要知道，他面对的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毕竟是加布里和萨利巴。尤其主防他的加布里啊，还是我认为现如今啊英超最被低估的一名中后卫。这个球员我特别的喜欢啊，有股狠劲，关键比赛敢于伸脚，对抗不虚，强硬的代表。但是呢，光芒都被萨利巴拿去了，导致呢很多人对他不太感冒。相信我，他真的很好用。曼城为啥现在打强队很难得分，很难赢球呢？啊，这其实啊都是下窗惹的祸。今年的哈兰德和去年有区别吗？没有，哈兰德还是那个哈兰德，他又没38，他哪来的下滑呢？他来曼城当天我就曾经说过，我说他来曼城只能是一个螺丝钉终结者，因为曼城所有人都是螺丝钉，只是有的关键一点啊，有的是边边角角罢了啊。所以说哈兰德呢，在曼城他不可能像你说在拜仁专门为他设计中锋战术，在皇马专门为他设计中锋战术，在曼联专门为他，对吧？你想踢什么样踢什么样，那肯定不可能。你来曼城就得踢他的战术。我今天呢，我也不偷懒啊，你看我都站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用这个战术板给你们解析一下啊，到底咋回事？先看看曼城，还记得我去年夏天说过一句话，我说能留坎塞洛就留，如果不能留，一定要买进攻型边后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想踢4后卫啊，可以，但是和你不能踢是两码事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德布劳内这个位置啊，他的这个轮换球员啊必须要买。当时我点的是巴耶拉或者是威尔茨，结果一个都没来，边后卫也没有啊，愣是买了个格瓦迪尔来客串，这就会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啊你边路拉不开纵深。当你有斯通斯的时候没问题，对吧？你可以踢3-2-4-1。你看你踢3-2-4-1的时候，谁负责拉开纵深呢？你踢3-2-4-1的时候，2个边前卫负责拉开纵深，对吧？那么他们俩一旦行进到这个位置上，这里3名后卫呢，他是不怎么负责进攻的。3名后卫不怎么负责进攻，往中路一伸，2名边前卫啊负责拉开空当，2名前腰在内部之间寻找配合，2名后腰去组织进攻。那么不管是格拉利什还是碧玺，他们都有迫使对手1对1协防的能力。假设这是萨卡回来防格拉利什，那么格拉利什跟队友打小组配合，你会逼迫这个右边后卫本怀特，对吧？雕雄去帮艾扬过，甚至有些时候呢，你能把小龙女带过去，对吧？把神雕侠侣组合都困在这儿。你看这一下啊，这个空档就出来了啊！你这边就有哈兰德的前插啊，包括德布劳内禁区外围啊，包括罗德里远射，各种花样都来了。你包括去年欧冠啊，整个阵容被带过去啊，碧玺在这边，对吧？来一脚啊，这就是曼城他去年的这个踢法，就是说呢，他有人能够在边路把这个空当来回扯啊，把对手后防线给他扯乱啊，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能理解啊。那么没有斯通斯怎么办呢？没有斯通斯，对吧？你就落一个中后卫，你打4后卫嘛，你用边后腰，用坎塞洛进去，是吧？这不也是一个3-2-4-1吗？只是说由边后卫变成边后腰罢了。那么现在你边后腰也没有，是吧？那如果你有一个进攻型边后卫，你也行啊，你有个进攻型边后卫，那么你这个边后卫站到两边，但是你现在曼城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曼城的这个问题，你这2个边后卫毫无进攻可能性啊，毫无进攻威胁啊。这格瓦迪尔把人都过倒了，扣回来还得再过回去，往人身上踢到界外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这2个边后卫啊，你上来之后，你是无法对2个边路形成任何的威胁的。对手不需要加防保护，一个萨卡，一个杨过往那一站，你给盯死了啊！这边也是一样，一个特鲁扎德，一个热斯斯往这一站，是吧？你这个阿坎吉也是被盯死的啊！所以讲，你导致呢，你看他这个阵型啊，他这个边后卫不动，他边后卫一不动呢，你里边本来空间就小，那福登碧玺德布劳内哈兰德，你包括罗德里，全是防守队员，你看挤多少人，这怎么打？这哪来空当让你往对吧里边渗透呢？所以讲，你看曼城现在这个进攻非常的费劲儿，就是因为他扯不动对手阵型，斗来斗去嘛，人家都不理他。那为什么下半场格拉利什上来之后好一点呢？就是因为格拉利什在这地方他一站他一动，对吧？你包括德布劳内碧玺会围着他跑，抱成一条线围着他跑。那么你围着他跑呢，这边呢就还好一点啊，身后有人跟着所以讲这对于曼城来讲这个很重要的。那么讲完之后，大家肯定知道了，盲目的给哈兰德科位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还要看看人员架构是否合理。当时呢，我质疑了格瓦的转会我觉得并不是刚需，包括鲁内斯，但是事已至此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阿森纳呢，抱着1分的期望来的其实做得很好战术安排基本上与我赛前想象一致，双后腰4后卫篱笆站位，甚至还有很多进球的机会。可能有人会想，你为啥要拿1分呢？对吧？我场你1分也不够使想拿3分，你1分你也没有。
从后面的赛程来看啊，阿森纳是最困难的，特别是欧冠阶段，来回飞3天1场，分别是对布莱顿、拜仁、维拉，再对拜仁、打狼队、切尔西热刺，最后还有曼联。这场不丢3分呢，你最后最起码还有希望，因为利物浦后边赛程也不安全。现在英超形势不是说谁多1分多2分，而是谁不犯错啊。下周末联赛就要进入双红会的第2回合，而且是在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啊。谁能想到英超联赛今年谁夺冠，最后还得看曼联脸色。今夕是何年呀？对，还有热刺啊。其他联赛基本大结局了啊！西甲皇马那边2比0赢了毕尔巴鄂竞技啊，意甲国际米兰啊，法甲巴黎圣日耳曼10个人对吧都给人办了啊，德甲勒库森也快夺冠了啊，现如今的只有英超还没头绪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兄弟们，有大 Z 记得1键3连。